你吃什么醋啊你？林正凡，刘大梁，刘大梁，起来！开门！刘大梁，你干什么？放我出去！刘大梁，起来！刘大梁，刘大梁，还手！开门！刘大梁，刘大梁，你放我出去！刘大梁，你不许打他！告诉你，你那些不可告人的秘密，别人不知道，我知道。你骗了别人，你骗不了我。跟着我的人是你，没错，是我。刘大梁，你知道什么？我什么都别知道。打了，你们！你想怎么样？我想你滚蛋！疯了吧？住宋凡，我求求你，你要是不爱悠悠，你离他远一点儿，你别伤害他。你离开他，他那么善良，你伤害他干什么？我求求你，离他远一点，行吗？求你。我求你，我求你。求求你！你记住，我这种眼睛会一直盯着你。
这刘大良下手真的太狠了，他太混蛋了。哎呀，不是我说，我是真心觉得你跟沈悠悠命中犯处。你说你俩一见面，不是他受伤就是你受伤。哎，还有啊，这接吻怎么能说亲就亲呢？这不在说好的那个范本里边。这一次啊，你倒是真狠下心了。估计那头沈悠悠啊，哭死了。我搁这儿，你一会儿自己擦啊。悠悠，怎么了？啊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悠悠，没事吧？啊，怎么了？悠悠，你说话呀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悠悠，我想自己静一静。悠悠，告诉妈啊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说话呀！啊，你说呀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啊？我想自己静一静。傻孩子，不管碰到任何事情，妈在，千万不要委屈自己了啊！没事儿的。啊！神啊，救救我吧！一个人晃了半辈子了，为什么我这样的男人呐，就快要绝种？他呢，又在哪儿？你在这干什么？你在这儿干嘛？看不出来我喝酒啊？借酒消愁。什么有的没的？你到底要干嘛？刘大良，不至于，多大点事儿啊？无非就是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嘛。别说风凉话，有本事你就招呼着来啊，喝点儿。你喜欢悠悠吧？我喜欢呀，怎么了？悠悠喜欢林颂凡，你看不出来啊？你没戏。不是，他喜不喜欢林颂凡跟我半分钱关系都没有。我喜欢他，和他喜不喜欢我没关系。我告诉你，我小时候长这么大哈，对感情这事儿呢，我就不太
不太灵光。对，就用不好听的话讲，就是我情商比较低。但是从我见到悠悠开始，我就觉得他特别需要保护，啊，那也只有我刘大梁能保护得了他，我就是这么想的，你知道吗？像林颂凡根本就跟他都是假的，都是在玩弄他，你懂吗？这个就是林颂凡都在扯淡，林颂凡就是悠悠生命中一个过客，林颂凡就是我生命中一过客，林颂凡就是你生命中一个过。你是不是从小到大就喜欢过悠悠一个人？是啊。我觉得，如果我不能和悠悠在一起，我就不会和任何人在一起。对吗？对吗？差不多了。奇怪，地球上怎么会没有人看上我？神啊，救救我吧！18年级了，怎么回事？没事啊，没事，不哭啊！怎么了？烫了。没事，等一下啊！哎，来，我来，来了。快，你先把我撤，你别管，拿来。刘大梁，脸没事吧？那个，你来干嘛呀？平时你就是这么对客人的？你信不信我发一条微博可以让你这店关门呢？昨儿我喝大了，不好意思。那个，我这儿挺忙的，你有事儿吗？你打了我男朋友，我还不能来讨礼了？哦，你男朋友啊？哎，你是不是还以为我们傻呀？你们俩装的我们都看得出来，好吗？都看出来了。那行，大家都是明白人，打开天窗说亮话。我跟宋凡从小就在孤儿院长大，他这个人一时就是这样，我觉得他一辈子都不会改。可是最近，他认识了悠悠，他有些不一样了，变得很矛盾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大概、也许、可能，费那么大劲，不就是说我们家悠悠缠着你们林颂凡吗？真聪明。那你找我来干嘛呀？你俩不是好朋友吗？啊，是。我是悠悠的好朋友，可是悠悠喜欢谁不喜欢谁，对不起，我劝不了。我觉得你有点误会我意思了。其实吧，我的想法跟你心里边的是一样的。我没觉得。这么说吧，悠悠跟林颂凡的相处当中，一直都是悠悠在主动。如果悠悠可以主动的疏远宋凡，那就是再好不过了。不，这话我听着怎么那么不对味儿呢？合着全是我们家悠悠不是是吗？我没有说悠悠的不是，只是宋凡有他的事情要做，悠悠跟宋凡在一起，会拖累宋凡的。小姐，
明明就是林颂凡缠着我们家悠悠，悠悠又没缠着他，悠悠心地善良，他乘人之危，我们巴不得都离他远点呢。宋凡什么时候缠着沈悠悠了？没有吗？当然没有。这样，我为那天在画廊对你态度不礼貌 ，say sorry。如果你能让林颂凡离我们家悠悠远点儿，我刘大良从心里往外的感激你。脑子有病吧？我可能是有病，但是我觉着吧，这天儿不暖和。您看您穿这么少出来晃悠，您不冷啊？关心我，我乐意。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。不是你这人，我发现，不错，不错，真不错，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啊！是朋友们帮忙。你这些朋友这么用心，一定是很好的朋友，交情很深。在酒会上面要介绍给我认识啊。悠悠啊，你这2天是不是太累了？我看你的精神不太好。有些事情想不通。能让你这么困扰的，一定是感情的事。说来听听，看唐叔叔能不能帮上忙。我喜欢一个人，可是他却逃避我。真巧，唐叔叔最近，唐叔叔以前也遇到过同样的事情。那你怎样解决的？去做你该做的事啊，别在乎对方的态度。不怕受伤害？谁不怕受伤害？但是你做了就会心安理得，你才不会后悔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好，振作一点。今天晚上的开幕酒会就看你的表现了。等着啊，我全做好了，我们欣赏一下。致唐富山，家有红杏出墙，外有帮手猖狂。怎么样？我想的。你这什么表情啊？精神一点儿，马上要出发了。林颂凡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我们见机行事。怎么多了架钢琴？是你安排的吗？这可不是我安排的，有没有可能是唐富山请的乐队表演？大家好，优质画廊开业纪念仪式暨慈善募捐活动现在正式开始。首先，请中画廊主人沈悠悠小姐为大家带来一个特殊的节目，来，掌声有请沈悠悠小姐。
家听。接下来是悠悠小姐的话，由我来替她翻译。我弹得不好，因为我听不到。我弹得不好，因为我听不到。我没有听过这首曲子，可在我心里，这是世界上我没有听过这首最曲，美的旋律。但是这首歌在我心目中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旋律。因为我爱的人曾经唱给我听。因为这是我爱的人曾经唱给我的一首歌。虽然我听不到旋律的优美，也不能和他一同哼唱，但是我有我的办法让他知道，我愿意和他一同分享，一同感受，并把这份美送给每一个人。这也是今晚的主题。聆听寂静，用心聆听寂静，沟通，用心沟通。阿姨，别哭了。谢谢你，帮我说出我想说的话。你不恨我吗？我也想恨，但是我做不到，所以就放弃了。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因为放弃恨比放弃爱要容易太多了。一颗心远的不曾看见你，我会把思念藏在心底，你不说都没关系。想你，想看你快乐的表情，两个人现在只剩我自己。回忆如果是一种表情，我会把想你当成一个秘密。林颂凡，以后你的事我再也不会帮你了。我做不到，我真的做不到。沈悠悠有什么错？为什么要让她承担这些不属于她的东西？你知道这开幕仪式对她来说有多重要？坏人都让我来当，你大发善心当好人，这一切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操什么心啊！以后各管各的，谁也别来找谁。悠悠，我们原本就不属于同一个世界。希望你不要再找悠悠了。虽然我知道悠悠很喜欢你，作为母亲，我真的觉得你们俩不合适。早知道相爱没那么简
两个人的爱，就让我们两个承担。现实中太残酷，太难，想要舍却总割不断。努力再多一点，就再没有人能将爱去打败。我不管天崩地裂，何年何月，到地球毁灭，只要你每天醒来在我身边，那才是永远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你，也不知道你是不是他。不过我在他身上感受到了一种亲切。妈妈有些事情在瞒着我，不过我尊重她，她不告诉我，我也不会去问的。今天我的画廊开业了，其实我本来应该很高兴，可是因为出现了一些事情，我变得高兴不起来。就是因为我告诉过你的那个人，他叫林颂凡，我们之间出现了一些问题，不像以前那样了。不过我不会轻易放弃的，我不想后悔，我也相信我不会后悔。怎么了，主编？昨天的报道写了吗？昨天的事儿不值得写。林颂凡，我对你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啊！画廊开业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！这对于我们艺术走进生活这个版面是多么重要的一篇报道啊！你说你一个人去，公司的其他人就不要去了，这可以。但是结果呢？我要的是结果啊！报道你没写，第一手资料你没掌握，我就奇了怪了。你跟那个沈悠悠是怎么混的？我马上补给你，好不好？小林啊，记住啊，不要因为儿女情长耽误了工作。您再这么说，这时间就全耽误了。好，你写，来，请坐。Sit down, please。年轻人要多注意休息啊！好，动起来！师哥，你没事吧？看你脸色怎么那么差呀？哎，是那聋哑人他又烦你了？没有。看他根本就是个神经病嘛！哎，师哥，我觉得他就是想利用你出名，你还是别搭理他了。看他一副单纯的样子，其实啊，那一肚子坏心眼儿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越是这样的人，他越有问题。受够了没有？哎，师哥，上周我自己单独做了一个采访，哎，这是我自己写的稿子，你帮我看看这个结构啊，什么措辞什么的。主编说了，如果你能够看得上，我这稿子就能发。如果你觉得我写得好的话，那下周杂志上啊就能有我的精彩文章了。现在没有时间。现在没时间，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，你抽空帮我看看呗。你经验比我丰富那么多，你就多帮帮我好不好，师哥？拿来。我
我给你泡咖啡去啊。咖啡来喽，看完了吗？你怎么把我稿子给扔了呀？垃圾就应该跟垃圾放在一起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一个记者，不管是什么样的记者，如果只关心社会上那些八卦事件，不关心大众百姓的心声，这样的记者，是哪儿戏水？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呀？我们的版面是什么？我们的版面是艺术走进生活。你写的呢？低俗走进生活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行，走着瞧吧。为什么不说话？我以为你不会来。我只是来看看你。看完了吗？我有事儿啊，先走了。有多少心事还在风中飘荡？为什么我们要这样？我们在一起不合适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以前那些都是假的吗？悠悠，我们真的不合适。你所做的一切我都能理解，但是感情的事情我无能为力。谁让谁幸福过，让谁受伤，被谁记住。那首《绿袖子》很好听，我知道你为我练得很辛苦。谢谢你。只愿笑容能融化所有悲凉，爱很漫长，无声的在回望，最美的时光是珍惜身旁。有些回忆总是不声不响，翻涌着失眠的泪光。谁让谁幸福过，让谁受伤？你的善良能将一切原谅。故事很长，无声的在回望，只愿笑容能融化所有悲凉。爱很漫长，无声的在因为这是我爱的人曾经唱有的一首歌，虽然我听不到旋律的优美，也不能和他一同哼唱，但是我有我的办法让他知道，我愿意和他一同分享，一同感受，并把这份美送给每一个人。无声的在回望，只愿笑容能融化所有悲凉。爱很漫长，无声的在回望，最美的时光是珍惜身旁。故事很长，无声的在回望。
悠悠。最美的时光是珍惜身旁，最美的时光是你在身旁。悠悠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我知道你会回来的，我知道只要我在这里等着你，你就会回来。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可我相信你有你的原因。你不恨我吗？我不恨任何人。悠悠，你受委屈了。你忘了吗？唯有历经磨难苦楚，方能得到最美好的事物。我相信，如果是属于我的爱情，就必须要经历痛苦的。你知道吗？你的心里面全都是爱，这是最珍贵的。那你的心里住着什么？过去的回忆。我也想住在这里。这里太冷了，永远都在下雪，永远都没有阳光。我不怕，我要让阳光和我一起住进来。我喜欢你抱着我，不喜欢你推开我。不会了，再也不会了。是个要怪就怪你自己太不把我当回事儿了。二位慢走。好的。欢迎下次光临。老板啊？你这蛋糕味道不对吧？什么？你说哪儿味道不对了？这应该是 double cheesecake 吧？它的味道应该是细腻浓郁，可你的这款却非常的清淡。这款 double cheesecake 是本店的特色，是出自我刘大良之手的。特色？对。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你在欺骗消费者呢？你要这么说，我就跟你好好解释一下。这个 double cheesecake， 就是说在 cheese 的分量上加重。为什么要加重呢？就是让顾客追求那种浓郁啊、香甜的口味啊，口感很好。
但是也会很腻。那怎么办呢？我就在 cheese 中加了朗姆酒，还有柠檬汁。哎，加完之后，顾客既可以享受到 cheese 的浓郁香甜，而且还不会觉得腻口。您再尝一口。怎么样？确实不错，看来是我鲁莽了。那对不起啊，老板。那小姐，你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。好。说说吧。说什么？你说呢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呢。说说，这篇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篇稿子不是我发的，我不知道。哎呀，跟我来劲是不是？我说这2天啊，在公司看不到你的影子，原来他妈的你跟那个聋哑人去谈恋爱了是吧？我说过了，那篇他妈报道是捏造的。捏造啊！你跟这个小姑娘，你们2个嘴巴都已经啃到一起了，这是捏造吧？啊！林颂凡，原来啊，我是这么想的，仗着你跟这个沈悠悠，你们俩这个友好的关系，为咱们杂志社啊搞一点独家新闻，创造一些价值。这你谈恋爱也好啊，处朋友也罢，你自己知道就行了，是不是？你不要给公司惹麻烦嘛。你是不是跟他玩真的了？真不真无所谓。你不是要头条吗？你不是要爆点吗？是啊，但是沈悠悠那是有人罩着的，这点你要搞明白啊。沈悠悠的这个金主啊，那是唐富山啊，大哥啊，你惹得起，我可惹不起啊。这件事情啊，赶紧处理明白，省得人家唐富山找到咱们杂志社，到时候咱们俩吃不了兜着走。哎呀，林颂凡呀，我怎么就琢磨不透呢？哎，假如你跟这个沈悠悠啊，你们俩玩真的，我佩服，你是汉子；如果你跟这个沈悠悠逢场作戏，我更佩服，你是真汉子。哎，你说句话。我自己的事儿，自己解决。感谢您提供相关新闻的素材照片，我们已经把钱打进了您的账户，请查收。希望以后有相关信息第一时间联系我们。师哥啊，师哥，我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我估计你会在这儿。你怎么来了？这画廊我不打理，谁打理呀？悠悠呢？哦，出去画画了。坐吧。最近2天还好吧？哎，挺好的。啊，那就好。那个追踪报道的那个记者叫什么名字来着？林颂凡。哦，对，林颂凡。你看我这记性。啊，那个有继续报道悠悠吗？这我倒不大清楚，不过那个姓林的记者好像跟悠悠还经常有联系。他们联系好像很密切呀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没什么。我就想那天发布会的时候，他蛮用心的替悠悠解围，还有我们画廊开业那天他们对望的眼神，我就感觉他们关系蛮特别的啊。也没有这样吧，我觉得只是记者跟被采访对象之间的关系，也就这样，不算怎么样的。啊，那就好。悠悠这2天心情还好吧？你到底想问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，只是关心而已嘛。
啊，我看时间不早了，画廊也要关门了，你先走吧。好。你玩真的？除了照片是真的，其他全是瞎编的。亲都亲上了，你还说人家瞎编？之前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努力，就是希望你能够离开沈悠悠，现在好了，一切全白搭了。林颂凡，你可真出息！我对悠悠是真心的，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。你真为了那姑娘，连你父亲的事情都不顾了？我爸的事情我心里有数，我一定会查到底的。你会查清楚？你放屁！你被人家捏了！林颂凡，我告诉你，我为你做的事情已经够多了，你好自为之。你好好掂量掂量，在你心中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？于纯，咱们俩从小一起长大，你对我的好全都在我心里，我知道，我很清楚。但是我和悠悠的感觉它不一样，你体会不到。你都想得这么明白了，还听我说什么废话呀？眼前的事你着什么急？你自己都是媒体从业人员，你慌什么？别乱了思绪。哎，你别生气了。我生气，我特别生气。哎，你慢点开车。关于这个事情，我准备了一点费用。哥们儿，你跑来跑去的，也够辛苦的。哎，林兄，不过好像这件事儿已经有诸多媒体报道了吧？哎，我就是一个剧库网的小编辑，你怎么找到我头上来了？明人不说暗话，咱们都是做媒体的，我查过了，这消息的源头就在你们剧库网，第一的发稿时间也是你们。何况，不光是撤稿子的事儿，我还想请你再发一篇稿子澄清一下。明说了吧，稿子是我发的，不过撤不了。什么意思？这新闻根本就是下边一个匿名的网友通过email给我发过来的，这里边照片什么都有。至于是不是事实，林兄，你心里应该比我清楚吧？哎，你看，哎，是这女的没错吧？没看错吧？看看，哎，对对对，就是她，没错。真是她。哎，快看她！嗯，哎，就是她。是吗？看清楚点。就是她。是不是有什么事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虽然我听不到，但是我可以感受得到。昨天我们在一起的画面被人拍到了。现在网上全是我们的新闻，我们火了。本来我不想告诉你，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我觉得，既然我们要在一起，这是我们必须经历的。我终于知道
今天我画画的时候，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对我指指点点？你害怕了？悠悠，我告诉你这些是想让你知道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会和你在一起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都会陪在我身边，对吗？就像金鸡鸟一样，如果不经历痛苦，它是不会飞远的。我们的爱情也是这样，这是我们必须经历的洗礼。我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。雨辰，别生气了。我说你呀你，事情闹成现在这个样子，对你们俩都不好。已然这样了，你去黑人家网站有什么意义啊？那我也不能什么都不做。新闻都发了，你现在去删，新闻价值就不存在了。哎呦，林颂凡，这是你的专长，你应该比我更懂的。他们发一条新闻，不比我们删来的更快。我不能让这种恶意的炒作肆无忌惮下去，我得给悠悠一个交代。对付媒体嘛，办法还有别的。你现在去把新闻给删了，你不就做贼心虚了吗？你应该发挥你的优势，有所表示才行。我想到了，我考虑到了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你想做什么就大胆的去做，你就应该站出来大胆的承认，这绝对行得通。好，我听你的。喝什么喝呀？买大闸蟹去。喂，我是悠悠妈妈，我想马上跟你见一面。陈阿姨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您都知道了。你为什么这样对悠悠？为什么对悠悠还不肯放手？为什么你们都要来质问我？因为悠悠，他喜欢你。我也喜欢悠悠。可是你们俩真的不合适，不合适。合不合适我们自己知道。沈阿姨，我知道你们看了这篇报道很伤心，但我和悠悠都是受害者。如果说受害者的话，那只有悠悠。您这么想，没办法跟您解释。我不需要解释，我只知道，自从有了你以后，悠悠才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。沈阿姨，您为什么不相信我？我不需要听这些话，我只知道，悠悠认识你以后，从来情绪就没好过3天。你应该知道，悠悠是我一个人苦苦带大的，我真的不希望看到她受委屈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，我会照顾好悠悠的。你拿什么来照顾悠悠啊？啊！我的全部。你说这些话，偏偏别的女孩子都可以，可是悠悠跟别人不一样。好了，现在什么也不用说，你只要告诉我，你什么时候离开悠悠？什么时候？我不会离开悠悠的。那你要怎么样才肯离开悠悠呢？除非
我死。悠悠跟你在一起根本就不会快活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呢？我要和悠悠在一起，现在的痛苦早晚会过去的。我知道，悠悠她非常喜欢你，她离不开你。可是你比谁都清楚，这几天你一直跟踪我，难道这是悠悠提出来的吗？啊？难道你就没有别的原因吗？难道你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呢？你？悠悠。妈妈，我跟他一定能度过这个难关的。悠悠啊，妈没有别的意思，妈只是不希望看到你受委屈。妈妈，我不会离开你，也不会离开他，请你相信我们。斜阳余光在湖面上泛黄，岸边的风景几度沧桑，有多少心事还在风中飘荡，花开花谢，人变了模样。有些回忆总是不声不响，翻涌着失眠的泪光。谁让谁幸福过，让谁受伤，被谁记住，又被谁遗忘。想你，故事很长，无声的在回望，只愿笑容能融化所有悲凉。爱很漫长，无声的在回望，最美的时光，我也想你。是珍惜身旁。你在做什么？不声不响，翻涌着失眠的泪。你在做什么？谁让谁幸福过，让谁受伤？你的善良能将一切原谅。故事很长，无声的在回望。我在解决痛苦。只愿笑容能融化所有悲凉。爱很漫长，无声的在回望。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。是珍惜身